当社恐徐奶爸遇到社牛女明星福宝，一人一熊碰撞出来的火花有多搞笑？徐翔老师上来时候腿有点抖，这是自然嘛，那个大场面，有点紧张。福宝展出前，徐奶爸做足各种准备工作，还耐心地安慰小福不要紧张，肆意玩耍。因此正式展出后，福宝直接松弛感拉满，不仅四仰八叉地躺在木架上炫笋子，吃饱喝足后一定坐在草地上打到黄土高坡，甚至在全球直播的镜头下到处磨屁屁标记领地，美滋滋心想这是我的，这里也是我们。然而福宝没应激，奶爸大脑却宕机了。接受采访时更是直接紧张到频频闭眼。女主持人本想帮徐奶爸调整一下话筒，没曾想奶爸攥得太紧，愣是没给转动。不过徐奶爸的适应能力也是杠杠的，先前都是全程闭眼，这次闭一回睁一回，感觉如果可以，他都想把话筒给福宝了。据说徐奶爸是因为太社恐，不想和人打交道，才会选择来饲养熊猫，有话就跟熊孩子唠。可万万没想到，有朝一日竟接手了顶流女明星。对此，福宝表示奶爸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或许这就是社恐经纪人和社牛女明星吧。而福宝不仅会把奶爸打造成顶流，还会想方设法的帮对方上热门。当得知表哥林岩啃冰吃草卖惨的事迹后，他直接当着镜头给徐奶爸磕了一个，那一刻感觉奶爸吓得魂都快飞了。不过闹归闹，徐福记的感情非常要好，奶爸会给福宝砍来山上最鲜嫩的笋笋，也会把切成块的零食一口口递到嘴边，而小福也会等奶爸抽出手后再咀嚼。乖巧懂事的模样瞬间俘获奶爸的喜爱，想必正是有徐奶爸的朝夕相处，福宝才能如此顺利的适应新环境。甚至当四处标记领地感到疲惫的时候，他直接板板正正的躺在门口炫饭。而今天营业的福宝也格外精神，只见徐奶爸先是将食物放在场地内，或许是周围拍摄的游客实在太多，感觉奶爸回屋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。福宝也迫不及待想跟中国姨姨见面，他甚至设计了一套出场动作滚着上班，只能说小福是懂怎么拿捏姨姨们的。虽然今天来看望福宝的粉丝格外多，但他毫不慌张，开背速炫完笋笋后，直接来到水池泡澡，上演熊掌拨清波、拍打水花的画面，简直不要太可爱。只希望福宝未来熊生健健康康，在徐奶爸的宠爱下无忧无虑，快乐翻倍。直到看见萌兰和环卫工人温柔对视的画面，才明白萌萌的治愈都是遗传自妈妈。都知道萌兰的妈妈是治愈系主任徐萌萌，平日里她总是喜欢趴在窗边观察往来人类，看向两脚兽幼崽的眼神更是满满的温柔。当一对相濡以沫多年的夫妻来看萌萌时，或许是感受到两人之间不输岁月的爱意，萌萌面带微笑，安静地趴在窗边与其合照。这一刻真切感受到世间万物都仿佛被治愈。而萌兰和妈妈萌萌一样，从小就暖心懂事。当调皮的司汤圆挂在树上不肯回家的时候，善解人意的萌兰当即上树替奶爸奶妈收猫，连咬带踹把司汤圆弄了下来。看到好兄弟庆大越狱被卡头后，萌萌儿立马过去用嘴使劲拽他，最后成功把对方解救了出来。如此机智果敢的小熊怎能不让人喜爱？此外，萌兰还是个暖心爱分享的熊熊，一有玩具他便叼到窗边给萌宝萌玉分享，还时不时用竹子笋笋投喂两个妹妹。这天萌萌发现铁网上面有2根笋笋，尽管自己也很馋，但他还是决定留给妹妹。于是他立马招呼对面的萌宝萌玉来吃，边咩咩叫边用小手比划示意妹妹来拿。半信半疑的萌玉上去后果真寻到了美味，而萌兰也高兴的像自己吃到了似的。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他是天使小熊。当奶爸来给萌兰涂药，他就乖乖坐好，自顾自吃着笋笋，丝毫不反抗。看到徐老爷想摸自己的鼻子，却摸了个空。刚要低头吃零食的他立马凑上去给对方摸。不仅如此，萌萌还特别懂得感恩，他会拿自己最爱的竹子投喂徐老爷。看到热情的游客不远千里来看望自己，还会趴在玻璃窗前挨个跟对方贴贴。不过别看萌兰表面上大大咧咧，实则她的内心无比细腻温柔。别的熊熊遇到小鸟直接一定作死，而萌兰却特别照顾院子里的小鸟。当奶爸把窝窝头放到玩具上面后，萌萌儿选择让给小鸟自己先吃笋，等到它们吃到肚子溜圆才去吃剩下的。经过萌兰日复一日的暖心投喂，院里的小鸟比先前整整胖了一大圈。而面对经常薅毛筑巢的乌鸦夫妇，萌萌儿也不生气，反倒友好的注视对方，满眼温柔，简直和妈妈萌萌一模一样。当萌兰的院子里闯入一只流浪猫后，徐老爷担心身上携带病菌，便抓了起来。萌萌儿听着猫咪的叫声，焦急的不行，恨不能打破玻璃去看看对方是否安全。徐老爷知道乖孙的心思，于是掀起布帘让萌兰确认一下，发现小猫并无危险，他才终于放心，满眼不舍的目送老爷把猫猫送走。只能说如此暖心治愈的萌萌儿，难怪会得到众多姨姨的喜爱。福宝见面会最大受害熊出现了。在昨天的福宝全球见面会中，主持人联合熊猫基地专家在直播间科普熊猫的不同脸型。首先介绍的就是爱宝的圆脸蛋，加上2个蒲扇丝的米奇朵朵，看上去又奶又乖，完全不像妈妈熊。而宝圆由于至今没被生活磨平棱角，四四方方的小脸完美展示国泰民安，因此被专家称为国字脸。其实科普到这里画风还挺正常的，可看到飞云后，网友们彻底绷不住笑了。都知道萌妹是熊猫界的仓鼠脸代表，大大的花生黑眼圈粉扑似的米奇朵朵，
吃竹竿的时候，两颊都是嘟润嘟润的，这要是放在野外，不知会迷倒多少男熊。然而，当主持人拿出飞云的介绍牌后，一边是珠圆玉润的萌妹，一边是娇小玲珑的仓鼠，就是说怎么看都觉得画风有些许搞笑。飞云内心 OS 开庭时带着你的破头来，而振声却表示别急，让我先来。只因他头顶宽前颚小并自带相声属性，所以专家不仅把宽姐定义成了梭子脸，还杀熊诛心补刀说人家是车座子，看起来像一个梭子鞋的样子，我们叫梭子脸或者叫车座子脸。看他那个头型像不像我们那个自行车的那个车座？后面大前面尖的。振声表示我的律师来之前，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除了脸型，振声的笑声也是一大特点。别的小熊叫声温柔可爱，萌化人心，而我们宽姐却能发出杠铃般的笑声，乍一听还以为是谁家水牛在催饭。而最后一只受害熊是显眼包灵岩，作为熊猫圈车座脸的代表熊，正庆幸没被点名，结果就被刺了。原来福宝炫完笋子和豪华蛋糕后，心满意足的他直接在直播间标记领地，扶着围栏电动臀启动背影格外妖娆。而先前灵岩就因在直播间跳甩臀舞，直接喜提直播涉黄第一熊的称号，也因此对央视春晚舞台 say goodbye。而看到福宝跳妖娆舞却没有反应后，伤心不已的灵岩骂骂咧咧的退出直播间。但其实胖岩直播被封不止跳舞这一次，彼时熊猫馆外围了许多热情的游客。灵岩为了回馈粉丝，让门票物超所值，当即表演杂技不白来，熬都不白来。没曾想刚踩上圆筒就不小心摔了下来，尴尬不已的胖岩拽过竹子就往嘴里塞。实力演绎任何物种尴尬时都会假装很忙，可正是吃竹子的动作被识别为抽雪茄，于是这小子的直播间又被封了。只能说灵岩就是熊猫圈最倒霉的小熊吧，萌二就是全网最懂事的小熊吧。别的小熊催加餐都会用饭盆打碟，而萌二会乖乖拿来粉碗坐在门口等，乖巧可爱的样子让猫粉们心都化了。有次轮到徐老爷来照顾萌二，二小子玩了一圈后按时来到门口等加餐，但当时老爷正在外面接受电视台采访，久久没有得到回应的萌二并未生气，而是乖乖坐着玩冰块自娱自乐，随后干脆躺在旁边边等边哄自己睡觉。明明是尊贵的国宝，却懂事的令人心疼，并且萌二不仅不挑食，还很珍惜粮食，每次吃完笋都会拿起笋皮嗦落一下，就连难啃动的冬笋头也不舍得浪费。北洞熊猫集体嫌弃的窝窝头，萌二即便噎得直打嗝也要坚持吃完，甚至为了不浪费还用小篮子接住残渣。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萌二最为懂事。夏天气温高的时候，其他小熊都会内射，萌二却还硬撑着认真营业，直到动物园关门，凭借一己之力撑起整个熊猫馆。先前萌二患有螨虫眼需要治疗，涂药时他乖乖抬头，从不随意乱动。虽然做抽血体检很疼，但萌二不吼不闹。徐老爷心疼的不停给乖孙投喂红枣，完事后他才默默舔舐伤口缓解疼痛。如此乖巧的小熊真的值得猫粉的喜爱。而萌二不仅温柔对待饲养员和粉丝，还会特地给喜欢薅毛的乌鸦朋友留下食物。只见萌二把苹果分成小块再慢慢品尝，可一向勤俭节约的他却留下一块没有吃，而是转身去拿粉色王八壳里的笋，最后扒拉了一会笋皮也没有去碰苹果块，直到乌鸦突然飞过来把果叼走，游客才明白这是萌二给朋友的礼物。不得不说，真的会被二小子的暖心感动到。都知道去年萌二吃东西太急咬到了手臂，尽管很疼，但他并没有四处撒泼发脾气，甚至还强忍疼痛爬上台阶继续营业。闻讯赶来的饲养员轮流用竹笋哄他回内舍，但萌二不想让远道而来的姨姨们失望，僵持了好久才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吃笋，吃完又再次来到台阶上继续营业。不得不说，萌二懂事的太让人心疼了。徐老爷担心乖孙不方便拿吃的，于是用新鲜竹子铺满了萌二的内肠，二小子躺在竹海里随手一捞就能吃到。只能说萌二绝对值得世间一切美好，希望二小子未来熊生心想事成，健康平安。小熊精于爱有多聪明机智。这天，馆长和外公给可爱兄妹加薪丰容，为了增加趣味性并锻炼两熊的后肢力量，馆长把绳子两端绑到树上，但只打了一个结。不得不说，这完全是小瞧了我们爱姐的智商。果不其然，于爱登场后径直来到木架上，瞧了一眼绳结后满脸不屑切就这。紧接着小爱随口一咬，绳结竟然就松开了，怕摔下来，他一个大回旋来到木架上，随后小手一拽就把绳子给扯开了。只能说于爱不该再虫洞，应该再虫大。任何复杂的难题他都能轻松解决。这天院子里的吊篮绳子打结了，当姨姨们还没看明白如何解开时，小爱已经爬上去并咬住其中一根绳子，随后借助身体的力量把绳子拽下来，就这样轻松解开了吊篮。只能说，虽然聪明的大熊猫有很多，但像于爱这么聪明的却很少。当哥哥不小心被木架卡住腿时，于爱看到后赶紧走过来查看情况，并背对着哥哥蹲下，想让他踩着自己下来。但于可挣扎了几下，依旧动弹不得。随后爱爱站起身，决定换另一种方法。只见身手敏捷的他麻利地翻越木桩，站稳后双手使劲往外掰，卡住哥哥的树干，趁着空隙变大，于可赶紧把腿抽了出来。
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能当二馆长的小熊，于爱的聪明和责任感简直溢出屏幕。此外，爱爱还是指实数的小熊精。这天馆长给兄妹俩扔了好几根笋笋，眼尖的爱爱看到后赶忙飞奔下树去拿，叼起其中一根笋笋打算跑到木架上吃。然而于可还以为妹妹想吃独食，像块狗皮膏药似的跟在他屁股后，还把爱爱扒拉的摔了一跤。虽然于爱又急又气，但还是好心的带着哥哥去找笋笋。结果于可不仅没看见，还以为是在耍他，冲上去就想抢妹妹手里的笋子吃。气不打一处来的爱爱当场暴走，暴击空气的同时，嘴里的笋也被甩飞了。感觉一旁的于可正在瑟瑟发抖。当外公一熊一根分好笋后，于可总是喜欢抢妹妹手里的那根，或许是觉得别熊手里的最香吧。爱爱也不着急，而是意味深长的看了哥哥一眼，随后就从他面前的笋堆里拿了一整根，半根换整根，怎么看小爱都不吃亏。只能说不怪于可太憨憨，要怪只能怪我们二馆长智商太高。不过当于可的脚受伤食不下咽的时候，爱爱吃饭时特地留下一根笋没有吃，等到把地上的笋皮都搜刮一遍后，于爱叼起笋径直走到哥哥面前，把笋让给他吃。就是说如此聪明暖心的天使小熊，怎能不让姨姨们心生喜爱？只希望于爱未来熊生快乐每一天，和哥哥于可度过更多的时光。眼前用树枝搭桥企图越狱的熊猫，就是小田包北辰的亲姐姐川仔。虽说是女熊，但胆量丝毫不比男熊差。只见川仔小心翼翼地踩上独木桥，却发现树枝承受不住自己的体重，他急得来回奔跑，想找东西固定一下。最终毫无所获的川仔只能拜托两脚兽，希望他们能拽着树枝帮自己越狱。可游客却毫不犹豫地拨通了基地电话。紧接着川仔被饲养员被收回熊舍，5名保安及园林工人赶到现场收拾残局，并拍照保留证据，回头让嫌疑跌楼阿宝报销。只能说川仔还是有些过于谨慎了，这机会要是给到萌兰，这会已经上高速了。其实川仔爬树从小就主打上的去下不来。这天到了下班时间，奶爸奶妈来收猫，奶妈用小苹果引诱挂在树上的川仔，小家伙痛快地调转屁股准备下树，可由于树干上包了一圈光滑的竹子，川仔没有着力点，只能翘起脚丫寻求帮助。有眼力见的奶爸赶忙伸出胳膊让他踩，或许是奶爸的细胳膊不太好借力，川仔踩了一下后，脚又开始无处安放。奶爸看着这滑稽的一幕哈哈大笑，川仔又羞又恼，一气之下又想爬回去，还好奶爸及时反应过来抱着了他。这场收猫拉锯战才终于结束。而小田包北辰身为北川的弟弟，除了长相甜美，还有出圈作品傍身。北辰跟其他2届熊猫幼崽合班第一天，奶瘾犯了的他找到同班女同学要奶喝，同样是宝宝熊的嘉欣被咬得直翻白眼，喘着粗气将求助的眼神投向饲养员。奶爸赶紧出来收猫，喊北辰回家。痛得受不了的嘉欣也想起身挣脱前置，但奶瘾还没过去的北辰坚决不松口，于是合班第一天他就被迫独居了。只能说这个黑历史将伴随北辰终身。而北辰的双胞胎弟弟北霞，虽然从小就失去了一条手臂，但他爱好聊架打架，更是从没怂过。只见北霞趴在楼梯上挑衅大班长交易，并凭借强悍的战斗力硬生生将对方拽了下来。虽然他也摔倒了地上，但气势上已经赢了。交易下得赶紧跑到一旁的小木床上，越战越勇的北霞穷追不舍，冲上去就是干，3下5除2就把对方牢牢压制在了身下。最后更是英勇的把交易顶下了木床。只能说要是北霞没有缺少左手臂，肯定能轻轻松松称霸幼儿园。如此可爱的仔仔，网友们爱了吗？